北京三里屯某摄影棚，下午13点20分，偷拍发生的时候，王一博正在换第3套衣服。摄影棚很大，被黑布隔成3个区域，他在最里面的那个。化妆镜的灯泡围成一圈，把面前的人照得毫发毕现。化妆师在给他补唇妆，鼻尖很细，描得很慢。他闭着眼，睫毛的影子落在颧骨上，像2把小小的扇子。手机在桌上震了一下，他没有睁眼。化妆师的手很稳，继续描，又震了一下、2下、3下，变成了连续的震动，像有人在一口气发很多条消息。王一博睁开眼，拿起手机，是刘颖发来的。第1条是一张照片，拍得很糊，像是隔着很远用长焦镜头拉的。照片里是2个人在乐华楼下的咖啡厅门口，一个人戴着黑色口罩，侧身正在推门，另一个人站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，左手抬起来，像是在挡什么，又像只是单纯的、习惯性的伸手护了一下前面那个人的背。第2张更糊，角度更偏，光线更差，但能认出那个背影。深灰色卫衣，帽子没戴，头发有点长，发尾搭在衣领上。他认出了自己的卫衣，也认出了那只手，不是他的手。第3张没有照片了，只有1个字，全大写，刘颖从来没有用过的语气，操。王一博把手机扣在桌上，动作不重，但化妆镜的灯泡闪了一下，像是电压忽然波动了一瞬。王老师，化妆师停下手，鼻尖悬在他唇角上方不到1厘米的位置。没事，他说，继续。他没有再拿起手机，但余光一直能看到那个扣着的手机，屏幕朝下，像一颗倒计时已经开始计时的炸弹。黑色的边框，黑色的桌面，黑色的沉默。没有人知道，在这个化妆镜照的一切纤毫毕现的小小光圈之外，一张照片正在以他无法控制的速度扩散。乐华娱乐杜华办公室，下午13点47分。杜华没有等助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他面前是2台电脑，左边那台开着舆情监测系统，红色的预警标识在屏幕右上角闪烁，像某种急性病的监护仪。右边那台是微博页面，他自己的账号还登录着，丝信栏的数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上跳，每刷新一次多100多条。他没有刷新，他只是盯着左边那台电脑屏幕上的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。推门进来的是林之夏，法务总监。他手里拿着一个平板，上面是3个律师分别从不同角度起草的声明模板。他的表情很专业，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，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。杜总，有3个方案。林之夏把平板放到桌上，手指在上面滑动。方案 A， 否认，发律师函，要求删稿，追究偷拍者法律责任。方案 B， 不回应，冷处理，等下一个热搜顶上去。方案 C， 承认合作关系，但不回应私人关系部分，说2人在谈工作合作。照片是在去开会的路上拍的。杜华没有看平板，他看着窗外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2下。一博在哪？他问。三里屯，拍杂志。他知道了吗？林之夏犹豫了半秒。刘颖说他知道了。他看了照片之后一句话没说，换完衣服继续拍了。杜华的嘴角动了一下，不是笑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，像是某种果然如此的确认，又像是一种他不太愿意承认的近乎心疼的东西。这个孩子在最该慌乱的时候选择继续工作，这不是坚强，这是一种条件反射，是这些年来
他亲手乐华的体系，整个行业的环境，共同训练出来的条件反射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先把今天的通告跑完，因为你停下来的1分钟，就是几10万的损失。因为你停下来的1分钟，工作人员、场地、设备，所有为你准备好的一切，都要陪你一起等。他知道这种条件反射是怎么形成的，他就是那个最初植入他的人之一。肖战呢？他问。林之夏的表情终于有了一点变化，不是慌乱，是那种你终于问到重点了的微妙紧张。他的经纪人说，他在地下车库的车里坐着，没上楼，没回家，也没接电话。杜华闭上眼睛，3秒钟后他睁开，拿起桌上的座机，按下4个数字，内线接通，让17楼那个办公室的指纹锁重置。他说，从现在起，只留1个人的指纹。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杜总，留谁的？谁的都不留。他说，锁死，谁也不许进。他挂断电话，看向林之夏。方案 B， 他说，不回应。可是杜总，没有可是。杜华的音量没有提高，但林之夏立刻闭上了嘴。现在回应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拆成标点符号来解读。发律师函等于承认照片里有值得否认的东西，承认合作关系等于给了媒体继续追问的入口。不回应是唯一的答案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落地窗外是北京灰蓝色的天空，有一架飞机正缓慢地划过天际，留下一道细细的白色尾迹，像一道正在被缓慢擦去的伤疤。而且他背对着林之夏说，声音轻了下来，这件事不该由我来回应。林之夏愣了一下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。杜华转过身，目光平静得不像一个正在处理危机的人。这是我的公司，不是我的家，我能管的只有合同上的事，管不了2个人之间的事。他走回桌前，拿起那杯已经凉透的美式咖啡，喝了一口。你出去吧。林之夏拿起平板，转身走到门口，手已经搭在门把上了。林总监，杜华忽然叫住他。林之夏回头，杜华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逆光的轮廓让他的表情看不分明，但他的声音在只有2个人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晰。你让技术部把公司所有能拍到17楼走廊的监控调出来，不是给任何人看，是确保他们没有被别人看到。林之夏点头，推门出去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。杜华低下头，看着桌上一张镶在银色相框里的照片，那是乐华年会上一张合影。他站在中间，王一博站在他右手边，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，表情淡淡的，没有笑。他的笑容从来不是廉价的，从10几岁进公司那天起，他就不是一个随便笑的人。杜华伸出手，把相框转了一个方向，面朝下，扣在桌上。车里很暗，挡风玻璃上积了一层薄灰，让透进来的光变成一种浑浊的灰蒙蒙的白。引擎没有发动，空调没有开，车窗开了一条缝，外面的声音涌进来，远处有车经过的嗡鸣，通风管道的低频震动，不知哪里传来的若有若无的脚步声。肖战坐在后座，手机放在身边的座椅上，屏幕朝下，和王一博扣手机的方式一模一样。这不是商量好的，这是一种本能的同步，一种在漫长的时间里，在不知不觉中长出来的默契。他已经看了那张照片，在经纪人用那种"你听我说，但不要激动"的语气打电话来之前，
他就已经看到了。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打开微博的，手指的动作比意识快，像是一种病态的、无法控制的条件反射。点开搜索框，输入关键词，下拉，刷新。页面加载的那2秒里，他的心跳比任何时候都快。然后他看到了照片拍得很差，构图歪斜，对焦不准，光线浑浊。但在那张模糊的、几乎可以被称为劣质的照片里，有一件事是清晰的，他的手护在王一博的背上，不是搂，不是拍，是那种只有最亲近的人之间才会有的，不带任何表演性质的、本能的保护。门要关上了，你走前面，我在后面，我的手在你背后，隔着一层衣服的距离，不碰到你的皮肤，但随时准备好挡住任何可能撞上来的东西。这不是第一次，他在无数个机场、商场、酒店大堂、停车场里做过无数次这个动作，每一次都是无意识的，每一次都是在王一博不知道的地方，在镜头拍不到的角落，在公众视线永远触及不到的阴影里。但这一次被拍到了。他把手机翻过来，屏幕亮了，27个未接来电，31条未读消息。他没有点开任何一个，他的目光落在通讯录最上面的那个名字上，王一博。最新的通话记录停留在昨晚11点03分，通话时长57分钟。他们聊了什么？他努力回忆，但脑子像隔了一层雾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只记得王一博最后说了一句早点睡，声音很低，带着那种只有在深夜才会有的，卸下了所有伪装的柔软。他应该打过去，他应该问，你看到照片了吗？你还好吗？公司怎么说？刘颖在你旁边吗？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但他没有，因为他不知道电话接通之后该用什么语气，是冷静的、理智的，说没关系，公关会处理，是说不出这种话的，是慌乱的、紧张的，说怎么办？我们被拍到了，也是说不出的。他不愿意让王一博听到自己慌乱，因为如果连他都慌了，王一博就没有任何可以抓的东西了。他坐在车里，握着手机，车窗开了一条缝，缝隙里透进来一丝风，吹在他脸上，很凉，带着地下一层特有的潮湿和淡淡的汽油味。然后手机震动了，不是来电，是消息。他低下头，看到屏幕上弹出一个预览框，发件人王一博，内容只有6个字，别上网，等我。肖战盯着这6个字看了很久，久到屏幕自动熄灭，又被他点亮，又熄灭，又点亮。然后他用拇指按住了语音输入键，对着麦克风说了一个字，好。语音消息发出去了，时长0.8秒，一个字，6个字母，一个句号。他把手机放回座椅上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背靠着座椅，闭了一会儿眼睛。车外的世界正在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运转，热搜榜在变化，评论数在增长，营销号在搬运，粉丝在控评，对家在搅浑水，路人在看热闹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加速，加速，加速。而他坐在这辆熄了火的车里，像一块被从河流中打捞上来的石头，一动不动。北京三里屯某摄影棚，下午14点28分。最后一套造型是黑色的，黑色的西装，黑色的衬衫，黑色的皮鞋，黑色的领带。造型师在给他调整领带的长度时，手指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这个造型有什么难度，
而是因为他刚刚在休息室刷到了那条热搜。他偷偷看了一眼王一博，他站在那里，背脊挺得笔直，眼睛看着对面那面巨大的白色背景板，表情没有任何异样。他甚至在他调整领带的时候，微微低了一下头，配合他的高度。王老师，他小声说，声音几乎只有2个人能听到，您还好吗？王一博看了他一眼，就那么一眼，很短，很轻，没有任何情绪，但他从那一眼里读出了一件事。这件事，不要问，不要说，不要提，就当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他低下头，继续调整领带。摄影师走过来，手里拿着相机，嗓门很大，整个棚都听得见。来，一博，最后一套了，咱们拍点有力量的，眼神再凶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保持。快门声像机关枪一样扫射。王一博在镜头前换了17个动作，每一个都精准、干净、有力量。他的眼神可以在1秒内从温柔切换到锋利，他的身体可以在快门的间隙里从一个角度转到另一个角度，像一台被调试到最佳状态的精密仪器。第143章的时候，摄影师放下相机，皱了一下眉。一博，他说，你眼神怎么了？王一博问。摄影师犹豫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没事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继续，他没有看错。在第143章的那一瞬间，王一博的眼神里出现了一种不该出现在这个拍摄中的东西。那种东西太沉了，太私密了，太像一个人在想另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有的不自知的柔软。拍杂志不需要这种眼神，拍杂志需要的是帅、冷酷、高级、距离感。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，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，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有把它放在心底。